It's about a story of the land, women, harvest, fire, and time. Some wineries make wine, but some make wine from the land to share with the world.我其实不太相信太浪漫的风土叙事。很多人一提到风土，就开始讲阳光啊、土壤啊、山脉、河流。但是呢，我来到天塞的第一个感觉不是浪漫，是很刚硬。这里干、冷、风大，冬天呢还要埋藤。葡萄在这里呢，不是自然优雅的成长，而是被修正、测量、淘汰跟分类。其实啊，我想拍的不是这片土地有多美，反而是这里的人是怎么样把风土一点一点的切开。我说，如果以后我这个一辈子哈，我要做一款自己的酒，也像这么好喝，感动很多人，那我的人生就圆满了。第一次看到陈立忠，我没有急着把他定义成酒庄的主人，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在很早以前就替这片土地想过未来的人，让人愿意停下来看一看这片土地的未来的可能性。带领整个团队是一个很重要的魅力，包含你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你怎么让德美老师过来，还有包含你怎么去开垦这个荒地等等这些，这个都是需要这个魅力的。前一段时间哈，我听到对我的一个负面的话，为什么天塞做得这么好？然后呢，有一个老板就说天塞的陈总会讲故事，然后我的同事开完会回来就给我讲这个话啊，他说你坏话，他说你会讲故事，我说不是坏话呀，我觉得这很好啊，我说我就是会讲故事，因为在当时一片戈壁滩的时候，你要说服每一个人过来跟你干的时候，你一定要会讲故事。When I first arrived here, Miss Chen and Professor Lee had done a lot of plan, and they knew what they were doing. I knew that the dedication of Miss Chen and Professor Lee and what they were planning, although it was very hard to imagine, I had trust and faith in them for what was possible. 很多人说陈立忠会讲故事，但是在天塞，故事不是包装，也不是话术，故事是一种让人愿意开始相信的方式。在土地还没有被看见以前，先有人替他说出了方向。那您是亲眼看到他怎么样在把那个荒漠的沙漠啊，变成如今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酒庄，包括那品牌性都非常的好。您说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适合做葡萄？它的一些气候条件跟它的土壤有什么样的特质？然后为什么能够种出好的酿酒葡萄？气候，有很好的光照，这里因为干燥度很高，所以空气的这种的通透性也很好。然后热量资源充沛，昼夜温差比较大，全年常规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5度以上。这对于水果类的这些风味物质的积累是相当好的一个自然条件。然后土壤是一个这种砾石戈壁，葡萄的生长需要一个好的土壤的通透性。同时呢，这里降水很少，降水少有个好处，那就意味着空气干燥度大，葡萄不容易得病。这里几乎你看葡萄园看到葡萄叶子很健康啊，因为自然降雨少。这里呢就是从一个天塞融化雪水引的水渠给这个地区的葡萄园能够灌溉，所以这些葡萄生长的这些要素条件都有了。因为我看了这边很多的葡萄园，包括中国很多的产区，他们说没有老的葡萄园。为什么没有老的葡萄园呢？因为葡萄园超过10年以后，它的葡萄的成活率很低，超过50%的死亡率，这个田就不经济了。那如果10年50%，1年是不能超过5%的。
那你超过5%，你10年就是意味着50%的葡萄就没有了，你就要重新种。那我要的100年老藤，我从哪里来呢？所以我当时给种植公司的第一个死的命令，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底线就是成活率，每年的死亡率不能超过3%。成长季、生长季死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干旱，那冬季死亡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冻害。那解决冻害的问题，就是首先这个葡萄长大了以后，它要能够很好的能够压下来，葡萄那个土才能埋得住它。超过3年的葡萄藤，每死1颗葡萄，成本就是巨大的。不过呢，相信也只是开始。一片土地最后能不能成为风土，最后还是要回到判断。这些条件都成立之后呢，真正困难的部分才开始。因为呢，一座葡萄酒庄的品质，往往不是差在一个大的方向，而是差在那些看起来很细琐、很微小的地方。比如说，一条沟、一根枝、一个角度、一个尺寸。每一次的差不多，其实这个差不多造成的不好品质，最后都会回到葡萄酒里。跟他要求的时候，他完全不 care， 他完全不在乎。然后他在管理上呢，就差不多，就是 OK， 马马虎虎，反正过得去就行了。甚至说，觉得葡萄不死就可以了。我们的那个经理也嘲笑我说：“陈总，你是种葡萄吗？”我说：“是啊，怎么了？”他说：“我以为你要种金子呢，哪有那么金贵？我们种了一辈子的葡萄了。”就是他就质疑你，他就不信你嘛。因为我跟他们斗争了1年嘛，后来我觉得这个团队他不知道什么叫标准。后来我把那个管理者辞退的时候，我就跟他去有过几句话的交流，然后他也觉得很苦恼的。他说：“陈总，我种了一辈子葡萄，怎么到你这儿就不会种了？”我说：“很简单呀，你以前管理的是几万亩的葡萄田，他们是做粗放的这个葡萄酒的。那我是一个精细化的一个管理，如果你用他的方法管我的葡萄园，我就死了，因为我要的是100分，你差一点都不行，我要的是100%。”当然也跟他聊过之后，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执着而且吹毛求疵的一个人。他当时是怎么样严格执行你的一些标准？你比如说，我确定了一个种植方案，我定的说这个种植沟应该是30公分。我在作业的时候，大家做完了以后发现说是20公分。那么可能认为说差不多，对，差不多，一般都会觉得差不多嘛。对，但是陈总说，那你技术方案说的是30公分，你现在做20公分，这么一点点，但是你要是按照这个执行度来说，这个你就是差了30%多。他也是就是说为了确立他的这个严格，那么他就说你就照我的方案重做实现它，那么重做的这些就是工钱啊等等这些。损失算我的，这样的施工的人也就肯定就愿意配合了，那肯定他会有罪恶感。对呀，对啊，因为老板都这么说了嘛。对，所以他再做出来的就是严格的是那个标准的。Okay, I got it. I got it. One point is trust. Not only you trust Miss Chen and Miss Chen trust you. It's the very good relationship to trust each other. Actually, I feel when you come from an international winemaking culture, so bringing Australian winemaking techniques, Miss Chen has always supported the decisions and the winemaking, and she has been just unilaterally, the team has to support, even if they are expensive ideas or I got it. Yeah. 风土不是等来的，它是很多人把差不多一点一点修正掉之后，慢慢留下来的一个结果。For 3.25 to 3.3, I think that's our best range, yeah, for balance, yeah. 葡萄园里的标准不会停留在葡萄园，它会一路进到酒窖，变成另外一种更安静、更秩序、更稳定的一种工作，分类、比较、淘汰跟重组。听起来很冷静，但其实每一年都在替这一年跟明年做最佳的一个选择。Every year, you decision the next year's style.
in Tiansai. You how to making the different style or keep the same style, and some maybe interesting, some tricky, and some classical.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 the next style of the year, the wine, the flavor and aroma? Each year we use our previous experience to shape ou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So in my head, I know what style I'd like. I know what the Tiansai style is. I know the range of the products. But so we start with all the wines, and it can be to use your experience, but it's also a process of elimination, and there's a lot of spreadsheets involved. So initially we go through and taste every single barrel and every single tank, not only once, multiple times, and we give that a classification because each barrel is fermented and it stays in that barrel, so there's quite a lot of variation between the barrels. It's not just fermented in tank and then put into the barrels, and we're trying to capture the vineyard in the bottle. As I know, you come to China 1 year twice. Why you helping for the winery to improve the oak quality and how to make the wine? We come here from France because we work for French company Cooperage, and we produce barrels. But it's not only thing we do. We come here as well to talk to customer. We can make different toasting. We can make different shape of barrels, which could be good for one wine or bad for another wine. So that's why we need to understand how people use the barrel and how we can be, will be the best combination between wood selection, toasting, shape, etc., and to offer the best solution. Lilian 每次来这里啊，她会工作得很辛苦，因为她除了测试每年的霞多丽，因为她还要测试每个地块，然后每一个葡萄品种它的一个风味，它怎么做调配，然后发酵的那个年份啊，然后种植年份啊，陈年年份、发酵年份，她要去做一些调和，决定明年的味道。You just told me it's a system. It's a system. Oh, it's hard working. It's hard working. Not only Chardonnay, you must testing all kind of the wine. Yes. Cabernet Sauvignon, Merlot, and anywhere else. But it's a lot of spreadsheets, a lot of tasting, classification, and then a process of elimination to pull the best wines forward, and then find the complexity and blend those wines. 酿葡萄酒不是单纯创造一个味道，更像是在每一年不可控的天气里面呢，找到可以被留下来的一个秩序。一个系统可以整理葡萄酒，但是它还不能完全的回答什么会被人记住。有些答案呢，要等到酒离开了酒窖，来到餐桌上被人们饮用之后，它的印象才会变得更清晰、更清楚。Because Chardonnay is very popular in Tiansai. What's the secret? And what I think maybe the climate is different than other place. Can you answer me? What is the success of the Tiansai Chardonnay? The secret of success, it's hard to pin it down to one thing. It's multiple factors. So it's the success of the vineyard. The fruit quality is really exceptional in these difficult situations. So having the experience to know how to translate that into the bottle is probably the key, but I know what I would look for, the fingerprint of elegance and persistence and freshness. 那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个我们的酒庄，其实我知道就是霞多丽是一直非常畅销。那霞多丽是不是天晒一开始锁定就一定要做好的一个葡萄品种，还是说我们经过了很多测试，发现霞多丽在这边最适合做成一个好的葡萄酒？应该还是最开始的一个设计，因为我喜欢霞多丽，而且霞多丽这个品种它很特别，就是它是一个我把它叫做百变女王，就是它的适应性非常的广。在冷凉的地区，在炎热的地区，然后不经过陈酿的，然后经过陈酿的，它都表现出来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一个气质。而且它的名字我特别喜欢，就像一个女生的名字一样。而且我觉得特别契合现在
当代女性的她们的一些特点，她们的角色也是多元的。我特别想把霞多丽在天赛这片土地上，能够让她做得非常的出色。你觉得天赛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天赛？我坚信天赛这15年走过来了，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良性的状态。当然，希望天赛能够在产品和品牌影响能够上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接下来的5年、10年甚至15年，我们怎么样去做呢？我觉得这个和我最初的一个定位是，不会变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中国的名庄，世界的名庄。我自己内心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做一个100分的葡萄酒，就是一个100分的葡萄酒，不是比95分的酒更好一些、更贵一些，而是它应该是一款让人过目不忘，充满它自己个性的，以及完美贴合它自己地区风土的一个表达的一个产品。葡萄酒在酒窖里完成，但是风土不会停留在酒窖里，风土还必须穿过酒杯、食物、身体，最后进入我们的记忆里面。王林芳就是处理这段路径的人，他以林芳宴重新组织了葡萄酒、食物与感官之间的关系。他不种葡萄，他也不酿酒。其实呢，他做的是最后的一个转译，让一瓶葡萄酒被看见、被入口，最后被人们所记住。大家在那个地方啊，看的都是风土，看土地，然后呢，看葡萄品种，看怎么酿造、怎么种植。那你在那个地方，你看的是什么？其实虽然我做的是餐酒搭配的研发，但是我看的不是菜，我看的是一支酒的未来入口。餐酒搭配呢，真的不是把一杯酒和一杯餐结合在一起这么简单而已。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入口的那一秒，这片土地有没有被你重新理解。一般传统的餐酒搭配，问的是什么样的餐搭什么样的酒，但是我问的是说这片风土呢，应该用什么样的感官结构被打开？有的时候是酸度，有的时候是咸度，有的时候是油脂的边界，甚至有的时候是温度。一开始是先考虑酒属性，然后接着呢就是这个餐，它的油脂要发挥到什么程度？所以是互相 match 的。我觉得它有个顺序了。肯定是先考虑酒，因为我的餐酒搭配不是因为餐去设计酒，而是因为酒去设计餐。对，其实我们喝酒是在喝风土啊。刚刚我已经讲了嘛，我们要去诠释这个，就是它的结构，就是整个风土就是靠一个感官的结构去构成我们对酒的理解。我原本以为风土最后会停留在酒杯里，后来发现不是。陈立忠让这片土地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李德美让这个新的方向呢经得起判断，经得起考验，而 Lilian 则是把每一年不一样的气候整理成可以被理解的葡萄酒，而王林芳做的却是最后一步。他没有急着去解释风土，他让风土进入人们的口中，让人们用味觉去记住它。也许这就是餐桌最迷人的地方。他不一定说的比酒杯更多，却常常让一瓶葡萄酒变得更亲和、更靠近人。It's about a story of the land, women, harvest, fire, and time. Some wineries make wine, but some, like Tiansai, make wine from the land to share with the world.